在粉老师展出了诸天印之后，彻底的击败了暗黑邪灵，也让的诛心世界开始消散不过。萧炎的意识确实十分的薄弱，看来诛心世界的力量让萧炎的意识差点彻底的沉入海底，怕是永远无法醒来了。这就是诛心神火的独门神技。诛心世界可以映照出每个人的内心世界，只要无法在那痛苦的诛心中坚持下来，都会永远陷入沉睡，直至死去。好在萧炎在粉老的独特力量注入下，他的意识才从深渊中升起，微弱而坚韧，睁开沉重的眼皮，眼前的景象如同褪色的画卷，渐渐恢复了鲜活。他的意识在诛心世界中经历了漫长而痛苦的折磨，如今却宛如新生的雏鸟，好奇而迷茫地打量着这个既熟悉又陌生的世界。他发现自己躺在一片朦胧的亭子中，这里的时间流速与外界不同，短短3小时已换得外界3日时间。四周是一片宁静的山川秀丽，鸟语花香，还有一些古朴的青石板路在雨后闪着晶莹的光芒。一旁的乌篷船轻轻摇晃，发出悠长而又低沉的吱呀声。你醒了，小家伙。粉老的声音响起，依旧带着像以前那样的神秘威严。萧炎转头，只见粉老的身影在不远处渐渐清晰，那是一位身披淡黄色的长袍，他的眼神中透露出深邃与智慧，他的视线开始聚焦，落在那身着淡黄色的粉老身上。只见粉老正笑眯眯地看着萧炎，萧炎试图坐起身来，却发现自己的身体虚弱的几乎无力支撑。粉老轻轻一挥衣袖，一股温和的力量拖住了他，让他得以靠在一处凉亭的栏杆上。四周的园林在细雨中显得格外清新，远处朦胧的山影如同水墨画般渲染开来，一切都显得那么静谧，那么和谐。粉老，这里是焚绝空间吗？萧炎的声音微弱，但他的意识已经逐渐的清醒。这里正是焚绝空间。粉老点点头的回答道，我记得我刚刚被诛心本源给吞噬，进入到了他的诛心世界中，还有我的神火地炎。想到这里，萧炎立马从座位上站了起来，然后立马催动自身的神力，看看神火和地炎还在不在随着萧炎的神力催动下，体内的3道神火与地炎应声而出，宛如4条火龙守护着他，在周身旋绕，绽放出炽热耀眼的光芒，使得焚绝空间中的温度都在这一刻提升了一丝。这神火和地炎没有被诛心吞噬，萧炎的脸上掠过一抹惊异，因为刚刚与诛心对战下，自己的3道神火和地炎明明被诛心给吞噬了，而现在竟然这4道火焰竟然完好无损地出现在了自己的眼前，这究竟是发生了什么事情？就在萧炎不解准备询问粉老一些问题时，旋即他的眼神突然一凝，一股莫名的感觉涌上心头，紧接着一个身披黑色衣袍的身影如影子般悄无声息地出现在他眼前，那身影似乎与这焚绝空间相融合，让人难以察觉其行踪。萧炎警惕地看着这个黑衣男子，在看到这位黑色衣袍男子的面目后，双目如电，神火与地炎也在萧炎这紧张的掌控下更加剧烈地跳动起来，仿佛随时准备应对即将到来的战斗。因为此道身影便是诛心神火，整个焚绝空间的空气中瞬间弥漫着炽热的火焰，躁动诛心神火，你竟然拿还入侵到了焚绝空间中！萧炎震惊无比，这焚绝空间乃是只有粉老和自己之小外，外界的任何之物都无法主动进入其中，可现在偏偏诛心都出现在此处，面对着诛心神火，这位能够入侵自己内心世界的强敌，现场的气氛无比的紧张，仿佛连空气中都弥漫着即将爆发的火药味。然而就在萧炎准备出手的刹那，粉老突然轻咳了几声，急忙阻止道，小家伙，现在的诛心已经不是之前那道有野心的诛心了，你不必戒备。萧炎的动作一滞，疑惑地转过头，目光落在粉老那张饱经风霜的脸上，他有些不解，为何粉老会这么说？然后萧炎的视线又转向诛心神火，那道黑色衣袍男子身上所散发出来的黑色火焰依旧狂暴而不羁，仿佛并未和之前有什么不同之处。粉老似乎看出了萧炎的困惑，他缓缓地将刚刚所发生的事情娓娓道来，随着粉老开始对自己解释起来。片刻之后，萧炎的表情逐渐由疑惑转为恍然，他开始理解这看似未变的诛心神火的背后隐藏着怎样的曲折和深意。萧炎也对这道诛心神火的战意逐渐的消失不见，心中也是暗自道，原来如此，既然能够蛊惑9道神火第2的诛心神火，那暗黑邪灵究竟是什么东西？为何拥有着如此可怕的暗能量？萧炎缓缓坐下，因为他还是非常的虚脱，刚刚诛心世界带给他的伤害着实超乎了想象。然后萧炎目不转睛地盯着眼前的诛心神火，他的心中涌动着震惊与不解，这9道神火中的第2神火竟然被一种未知的暗物质能量侵蚀，那力量之大，竟是可以蛊惑诛心神火本源，让他变得狂暴而不受控制，从而导致了其野心勃勃。粉老，那暗黑邪灵究竟是什么东西？刚刚从你的解释中，暗黑邪灵并不属于大纣。萧炎的声音中透露着一丝丝的疑惑，如果不能解开自己心中的这个谜团，那么这股可怕的暗能量可能会给整个大纣带来毁灭性的灾难。粉老站在萧炎身旁，他的目光深邃而遥远，仿佛穿越了时间与空间，看到了大纣的最深处存在着诡异的浑浊深渊。他的声音低沉而有力，其实在我们现在这个大纣中，除了9界，还有几个神秘的神界域，除此之外，在大纣尽头则是还有着一个极其诡异的深渊，可以称之为暗黑魔渊。暗黑魔渊，萧炎对于这4个字
无比的陌生，而且也对大纣的浩瀚更加的好奇。没想到刚刚从冯老的口中得知，大纣除了9界之外，还有几个神秘的神界域，并且在大纣的尽头还有那所谓的暗黑魔渊，这简直让萧炎又发现了新大陆一般的震惊。看来大纣并不是表面看起来那么简单，萧炎对于整个大纣也是极其的不了解。现在想来，大纣之大已经超乎了萧炎的想象。见到萧炎那震惊的脸颊，冯老继续讲解道，在暗黑魔渊中有着不属于大纣的能量，可以说是周外的能量聚集地。当然在那里最主流的就是那所谓的暗物质能量，那些暗黑邪灵就是由这些暗物质能量所诞生，它们生存于其中。但是暗黑魔渊的那些暗物质能量根本是无法进入到大纣中的，但不知为何这一次那暗黑邪灵竟然侵蚀了诛心本源，看来大纣怕是有变故了。萧炎听着冯老的解释，心中不禁一颤，他能感受到在那暗黑魔渊中的暗物质能量所蕴含的毁灭之意，那是一种对所有生命以及万物的极端蔑视。毁灭、侵蚀大纣万物，更是暗物质能量的本源意义。萧炎也实在想象不到，在大纣尽头竟然还有如此邪恶之地的存在。冯老，我有一个问题想问你。萧炎的脑海中仿佛已经有了自己的一些疑问，便是对着冯老提问起来。什么问题？冯老也很好奇萧炎此时的问题。虽然我没有接触到之前诛心本源中的暗物质能量，但那暗黑魔渊是不是与天古纪元时期的浩劫有关？萧炎的问题也是一语惊人，直接让冯老有微微吃惊。看来在萧炎的心中已经有着一连串的疑惑问题，此刻他也正在开始逐渐推测，是否与他所想一样。小家伙，看来你成长了不少，一次次的生死历练让你的心性变得沉稳和坚定。冯老无比欣赏的看了看萧炎，然后回答道，没错，天古浩劫的掀起与这暗黑魔渊有着必然的联系，不过就算是我也只是了解暗黑魔渊的一丝皮毛而已，至于暗黑魔渊真正的来源，恐怕只有他知道了。冯老说到他自时，语气都变得无比的崇敬，仿佛那个他是整个大纣中最强大的巅峰大能。萧炎自然也是听出了冯老话语中的一抹恭敬与崇拜。此刻萧炎的心中也是拼凑起自己所得到的一些信息碎片，虽然拼凑的有些模糊，但从冯老口中的得知的那个他，应该就是传说中5大无上之一的大能者了。细细想着自己的焚诀功法以及到如今的焚神诀，恐怕都出自那位无上大能者之手，而自己每一次施展焚神九火的力量，应该也与这位无上大能者有着巨大的关系。这也是萧炎对冯老对焚神九火对那位无上大能者的分析。当萧炎还想问什么问题时，却被冯老打断了。小家伙，不过现在也不是你过多了解暗黑魔渊的时候，就算你真正的知晓了暗黑魔渊的真正来源，恐怕以你现在的实力，别说能否击败一位暗黑邪灵，就连进入的资格都没有。大纣尽头的暗黑魔渊乃是大纣的禁区，所有大纣万物生灵神灵都不敢踏足禁区的半步，因为一旦靠近，就算你是一位半道神，甚至是大道主神，也会被那周边散发出来的暗物质能量瞬间所吞噬，成为他们的养料。萧炎一听，连半道神和大道主神都不敢踏足的暗黑魔渊，其脸色顿时一凝，心中更是震撼无比，犹如海浪在内心波涛汹涌起来。但问题又来了，从刚刚冯老的解释中可以听出，好像诛心本源的暗黑邪灵就是被冯老抹杀的。那这么说，冯老的真正实力不是半道神，而是拥有更强大的神之力量。对于冯老的真正实力又多了一份好奇。之前冯老可跟自己说，他的实力是超越了天位神的存在，可刚刚的解释，想要抹杀来自大纣禁区暗黑魔渊中的暗黑邪灵，怕是实力至少拥有大道之上的力量，才能够做到对暗黑邪灵的抹除。那冯老的真正实力，萧炎用他那不可置信的目光望着冯老，开始揣测冯老的身份，他究竟是谁呢？冯老的那双金眸中散发出无穷的智慧，自然是看出了萧炎心中所想，便是立马对着萧炎开口笑道，小家伙，有些事情不要想那么多了，如今你最为重要的事情乃是获得无上丹方，找到相对应的无上神丹，救治重伤昏迷的吴雪。日后你想知道的一些事情，我会慢慢告诉你的。看来冯老在与萧炎解释的这事情中，也是刻意的隐瞒了自己的真正身份，因为过早让萧炎知道自己就是焚神诀的身份，怕是会有所影响，所以打算目前暂时不说出来文言。刚刚萧炎还在揣测冯老的身份和势力时，听到这句话，猛地一拍大腿，立马站起身子，直接捶了捶自己的脑袋几下，竟然哪把这事情给忘记了。看来或许是被诛心入侵内心世界后所留下的后遗症。萧炎立马深吸了一口气，调整好自己体内的气息，目光看向了一旁的黑色衣袍男子，带着恳请语气开口道，诛心前辈，我急需您那无上丹方的最后一程，他对我意义非凡。但是诛心神火静默不语，他的面容在自己拿黑色的火光映照下显得扭曲而神秘，黑色的长袍在火苗跳跃的映衬下宛如夜色中的幽影，让人捉摸不透。萧炎的诚恳似乎并未打动眼前的诛心神火，空气中弥漫着一种令人窒息的沉默。一时间萧炎感到一阵失落，但他并未放弃，心中迅速筹划着新的策略。他的眼神中闪过一丝金光，似乎很快就已经有了新的打算。他深知面前的诛心神火实力深不可测，
想要对方轻易的拿出完整的无上丹方，怕是不会愿意。自己打呢又打不过，他可不想自己的内心又一次的被侵蚀。但为利奥得到那完整的无上丹方，他愿意拿出一些东西来换诛心前辈。你不是说要变强大吗？虽然我不能将其他神火本源找来给你吞噬，但我可以去找一些神兽火、妖火、天火等火焰与你交换最后一成的无上丹药，怎么样？萧炎的声音中充满了决心，他的身体笔直，姿态庄重，显示出他对这次交易的严肃态度。